在拉贾斯坦邦最大的新冠救治医院——卫生科学大学医院，病房外的走廊上已摆满了病床，但对于新冠肺炎患者来说，仍一床难求。等待入院的患者从楼里一路排到医院外。इसके पीछे रीजन ये है कि ये पेंडेमिक है और एक साथ पूरे परिवार बीमार पड़ रहे हैं। पेशेंट का लोड हॉस्पिटल पे बहुत ज्यादा है, उनकी क्षमता से कहीं ज्यादा है。在疫情重灾区新德里，更是有大批患者因得不到救治而死亡。在这家新冠医院的院子里，挤满了患者和家属。一些患者被救护车送来后，等不到住院，就死在了担架上。我们昨天把父亲送到这里来，他就躺在这里，甚至没有人出来看他一眼。父亲央求着说：“收下我吧，我需要检查。”但没有人过来，他死了。今天我的爷爷也病了，还是没人管。而比入院难更棘手的是，持续多日的氧气短缺难以缓解。印媒称，尽管政府已出台禁令，要求所有氧气必须用于医疗需求，禁止将其用于工业，但氧气依然千金难求。一些患者甚至是医生，不得不到黑市上去想办法。我只弄到一个10升的氧气瓶，但这能起到什么作用呢？不到1个小时就会用完。我们该去哪里想办法？谁能给我们氧气？父亲正在住院。根据印度卫生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4月27号8时，过去24小时内，印度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32.3万例，这已经是印度连续6天单日新增确诊病例保持在30万例以上。新增死亡病例2771例，累计死亡197894例。英国《金融时报》则披露，实际死亡人数可能是官方数字的2到5倍。世界卫生组织首席科学家苏米亚·斯瓦米纳坦26号表示，印度当前报告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和死亡病例数被严重低估，实际感染人数可能比官方报告的数字还要高出20-30倍。新冠死亡人数激增，让殡葬业也处于崩溃边缘。据 NDTV 电视台报道，多个火葬场出现了遗体积压的情况，连火化场地和使用的木材都出现了短缺。现在在萨拉卡拉汉地区有100个左右的新的火化店正在建设当中。大家可以看到，这些工人正在紧张地工作着，因为现在国内的疫情越来越严重，所以对于遗体火化的能力要求也越来越高。建造新的火化点已经迫在眉睫，很多火葬场出现了遗体排队等待火化的现象，这样不仅对死者的家属是一种伤害，同时也会增加病毒传播的风险。另据印媒报道，在饱受疫情冲击之际，不少救护车司机坐地起价，趁机谋取暴利。他们走1公里的路程，开价300卢比。如果患者提出需要配备氧气，收费会更高，已经达到了疫情爆发前价格的25倍。गंगाराम हॉस्पिटल सेक्टर 34 से जाना हो तो हमारे पास ऑक्सीजन तो नहीं है। क्या हम सिलेंडर का इंतजाम कर लेते हैं? हाँ, गाड़ी तो मिल जाएगा सर। कितना बियर करना पड़ेगा और कितनी देर में आ जाएगी? कम से कम आधा घंटा में आ पाएगी। 14,000 रुपए। कुछ ऐसे लोग इस क्राइसिस को देखते हुए कि कोरोना में एम्बुलेंसेज नहीं मिल रही हैं, 5,000, 10,000, 15,000, यहाँ तक कि आनंद विहार ASBT से GTB हॉस्पिटल राजीव गांधी。据英国天空新闻台4月25号报道，新德里郊外一个锡克教寺庙门口停满了大小车辆，人们正源源不断地赶往这里，甚至有人抱着自己的家人徒步来这里排队，因为这里正在免费提供吸氧治疗。各大医院早已床位爆满，来这里的人都是没法入院治疗的新冠肺炎患者。I heard that government is providing supply after some time, but till now this is the place where we are getting. 据报道，这家寺庙从22号开始提供氧气，不到1周的时间，已经为700多名患者提供了帮助。事实上，即便是有幸住进医院的患者，也同样面临无氧可吸的情况。据印度亚洲通讯社报道，在印度北方邦的医院，氧气已经马上要耗尽了。Only 3 cylinders are left and 4 have expired. You can see for yourself if you don't believe me. There are bodies lying in the hospital, and this whole truck is filled with empty cylinders. 印度中央政府目前正在部署军用飞机和火车将氧气送往首都。然而，由于目前印度是全国范围的缺氧，因此在氧气转运过程中，各邦之间还经常发生相互争抢、扣留氧气的情况。
为此，印度高等法院已经作出裁定，任何阻碍氧气供应的人都将面临死刑指控。面临氧气严重短缺的局面，印度多地也开始加快建设氧气生产工厂。然而，在新德里建厂的计划却一再被拖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执一词，互相指责对方阻碍建设。印度亚洲国际新闻社26号披露，印度中央政府消息人士表示，在新德里建设8座变压吸附制氧工厂的计划，因新德里政府不发放许可而被拖延。而新德里首席部长则回应称，中央政府不给钱，拿什么建氧气工厂？新德里政府表示，他们早就知道中央政府在2020年10月决定在全国建设162家氧气生产工厂，这些工厂本应由卫生部使用总理援助基金设立，但实际上地方政府没有从中央政府收到1分钱。除了用于治疗的氧气，用于防疫的疫苗，印度同样短缺。然而，根本原因却是因为美国不提供37种关键原料，印度的新冠疫苗生产线将在几周内停产。为此，印度向美国求助，然而却遭到拒绝。一时间，印度全国掀起反美浪潮，指责美国这是疫苗黑手党行为。25号，美国总统拜登转发其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的推文，并评论称，在印度需要帮助时，美国将提供帮助。然而，印度媒体则直言，请美国收起他们鳄鱼的眼泪。虽然美国在舆论压力下说要援助印度抗击疫情，并解除对印度的疫苗原材料出口禁令，但这种援助仍然是要建立在美国先确保本国防疫需求的基础之上的。而保本国防疫需求，正是此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回绝印度求助时用的理由。印度卫生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较前一日新增确诊病例352991例，连续5天单日新增病例超过30万例。